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要说的这起案件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纽约华尔街。它不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而是一场精心策划、针对美国金融中心的恐怖袭击。在一个普通的中午，金融中心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传来一声巨响，一辆停在摩根银行对面的马车突然爆炸，现场一片狼藉，死伤惨重。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一张神秘的传单，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组织。这起案件最终成为一桩悬案，真相至今没有定论。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解这起1920年的华尔街爆炸事件。1920年9月16日中午12点01分，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正值午餐时间，街上人流密集。在 JP 摩根银行总部对面，这个全世界最繁忙的金融十字路口，停着一辆毫不起眼的破旧马车。没有人注意到它，也没有人在意它。然而就在那一瞬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打破了整个街区的宁静。马车爆炸了，爆炸的威力远超常人想象。马车被彻底炸碎，拉车的马也被炸成碎片。车上装载了大量炸药和沉重的铸铁件，这些铸铁块在炸药的作用下，化作了无数高速飞行的弹片，像炮弹一样射向四面八方。整个华尔街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根据事后统计，这次爆炸共造成38人死亡，143人重伤。死者中有信使、速记员、股票经纪人和办事员，他们只是普通的上班族，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爆炸的冲击波将摩根银行大楼的外墙炸得千疮百孔，附近的美国财政大楼和证券交易所也严重受损。街道上遍地是碎玻璃和被炸得面目全非的遗体，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然而警方在现场找不到凶手，那辆马车没有车牌，也没有主人。唯一的线索是警方在爆炸前于附近一个油桶里发现的一张传单。传单用红色墨水书写，上面写着：记住，我们不会再忍耐了，释放政治犯，否则你们全都要去死。美国无政府主义斗士。爆炸发生后，美国司法部调查局，也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立即接手此案，由局长威廉·弗林亲自坐镇。调查人员最初对爆炸案的动机感到困惑。这次袭击没有明确的特定目标，反而造成大量无辜路人伤亡。建筑物本身也只受到相对轻微的非结构性破坏。但综合爆炸时间、地点以及炸弹的布置方式，调查人员判断华尔街和 JP 摩根公司就是袭击目标，因此很可能是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组织所为。传单上的措辞迅速将调查方向引向了一个特定群体——无政府主义者。在当时的美国，一批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中，活跃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追求一个没有政府、没有强制阶级、人人自由联合的社会，反对一切他们认为具有压迫性的权威和制度。调查局很快将怀疑目光锁定在了一个群体身上，这个群体被称为加里尼主义者。鲁奇·加里尼正是这群人的精神领袖。他1861年出生于意大利，未满20岁就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为此蹲过监狱，被多个国家驱逐。1901年移民美国后，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宣传自己的理念，创办报纸《颠覆者纪事报》，公开鼓吹行动宣传，即用暴力行动本身作为宣传手段，刺杀官员，炸毁政府大楼，以此唤醒民众推翻现有制度。他甚至出版了一本炸弹制作手册，名为《国运在你》，手把手教人制造、消化甘油炸药。加里尼周围迅速聚集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被称为加里尼主义者。他们多为身强力壮的意大利移民工人，对加里尼的理论深信不疑。而在这个群体中有两个名字后来震惊了世界，他们是尼古拉·萨科和巴托洛梅奥·万泽蒂。萨科是个鞋匠，万泽蒂是个卖鱼的小贩，两人都是加里尼的信徒。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还会提到他们。调查人员发现，华尔街爆炸案的作案手法与1年前的另一起系列袭击高度相似。1919年4月底，
美国各地的政商界大佬们开始陆续收到可疑邮包，收件人名单包括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帕尔默、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最高法院法官等，共36人。这些邮包被设计成精巧的炸弹，里面装有一瓶硫酸、一根弹簧和雷管。当收件人打开盒子的一端时，弹簧推动硫酸瓶破碎，硫酸滴到雷管上引发爆炸。幸运的是，大多数包裹因邮资不足被扣在了邮局，还有一些被细心的秘书提前发现。只有一个包裹成功炸下，炸伤了一名参议员的管家。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1919年6月2日夜晚，加里尼主义者在美国8个城市同时引爆炸弹，这些炸弹威力远超4月份的邮件炸弹，每个装了20磅烈性炸药，外面裹着厚铸铁，目的就是为了造成最大杀伤。在华盛顿，司法部长帕尔默的家门口，一名携带炸弹的男子被绊倒，导致炸弹提前爆炸。这名袭击者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巨大的冲击波将帕尔默家的墙壁炸穿，窗户全部震碎。帕尔默本人和家人就在屋内，奇迹般的没有受伤。在纽约，一枚炸弹炸死了一名毫无关联的守夜人。在这些爆炸现场，警方都发现了相同的传单，内容与华尔街爆炸案的传单异曲同工。联邦探员根据传单的印刷线索追踪到一家印刷铺，逮捕了2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安德里亚·萨尔谢多和罗伯托·埃利亚，2人均为加里尼主义者。萨尔谢多在拘留期间离奇坠楼身亡，死因不明。埃利亚则始终保持沉默，拒绝供认任何人。这条线索就此中断。这一连串炸弹袭击彻底点燃了美国社会的恐慌。1919年至1920年，史称红色恐慌的浪潮席卷全美，政府开始大规模搜捕和驱逐激进的外国人，而这起华尔街爆炸案正发生在这场恐慌的最高潮。华尔街爆炸案发生后，调查局和当地警方进行了持续3年的调查，逮捕了一些嫌疑人，并登上报纸头条，但事后都无法提起诉讼。时任调查局长，后来大名鼎鼎的约翰·埃德加胡佛也参与了追查。调查人员甚至怀疑过苏联和美国共产党，但最终没有任何结果。调查人员注意到一个重要时间点：华尔街爆炸案发生在萨科和万泽蒂被捕后的第4个月。1920年5月，萨科和万泽蒂因涉嫌持枪抢劫杀人案在马萨诸塞州被捕，2人都是著名的加里尼主义者。他们的被捕在无政府主义者圈子里引发了极大愤怒，很多人认为这并非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政治迫害。美国政府借此打压他们的运动，因此华尔街爆炸案极有可能是一次报复行动。调查人员很快将目光锁定在一个人身上：马里奥·布达。布达是炸弹专家，加里尼的亲密战友，也是萨科和万泽蒂的挚友。在萨科和万泽蒂被捕时，布达成功逃脱了警方的追捕。很多人相信布达是当时加里尼主义者的首席爆破手。历史学家后来发掘的证据也指向了布达。1955年，一位意大利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查尔斯·波吉去意大利拜访了马里奥·布达。在聊天中，波吉试探性地问起当年的华尔街爆炸案。布达的回答简短但意味深长，他没有直接承认，但对波吉说：“萨科当时在场。”然后又说道：“我们去拿钱的地方，就是钱所在的地方。”这段对话被波吉记录下来。虽然没有直接认罪，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布达在默许他参与了那起抢劫以及华尔街的爆炸。布达后来一直活到1963年，在意大利平静地死去，从未因此案受到任何审判。1944年，联邦调查局重新审查此案，得出了最终结论：从现有的调查结果来看，爆炸事件很可能是由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或意大利恐怖分子制造的。这个结论等于没有找到具体的凶手，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有长达几十年的怀疑。其他加里尼主义者在之后的12年中继续进行爆炸和暗杀活动，直至1932年，对萨科和万泽蒂案的主审法官韦伯斯特·萨尔发动炸弹袭击。萨尔在爆炸中幸存，之后在24小时保护下继续生活。
回顾这起发生在1920年的华尔街爆炸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孤立的恐怖袭击，更是那个动荡年代的缩影，是社会矛盾极端爆发的结果。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意大利移民，有的像萨科和万泽蒂一样，最终成为美国司法史上最大的争议；有的像马里奥布达一样，在暗处策划惊天爆炸后悄然隐退，让真相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加里尼主义者们相信暴力可以清除他们眼中的不公，但他们亲手制造的炸弹最终夺去的大多是那些与他们一样普通、一样在为生计奔波的平民的生命。那些在华尔街午餐时间被炸死的速记员和信使，又何尝不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呢？用暴力对抗体制，用无辜者的鲜血祭奠信仰，这场跨越100年的悲剧留给我们的启示，或许比答案本身更为沉重。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欢迎点赞、投币、收藏，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我是 Ryan，我们下期见。